久的故事连环画蒙比尤斯奥特曼，这是我特别喜欢的，我想它也是很多人的童年的记忆，所以今天和我一起嚼口香糖，一起来浏览这个故事连环画。这个是这种一片片的，像小烟的盒子一样，拿出来一片。这种的一片的，也吃一片吧。我发现我的字写的好丑啊，因为太久没有写过字了。日本远古制造株式会社原著，上海世界华创文化形象管理有限公司。蒙比尤斯奥特曼。蒙比尤斯奥特曼目录，第一集，命运的相逢，第二集，我们的翅膀，第三集，仅仅一会的生命，第四集，伤痕累累的羁绊，第五集，你真的是美。第一集，命运的相逢，宇宙闪电怪兽蒂诺佐尔登场。他们是光之国的奥特战士，他们保护人类，一次又一次化解了地球的危机。这一次，奥特曼之父向地球派遣了一名年轻的战士，他没有任何作战经验，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名叫蒙比尤斯奥特曼。蒙比尤斯奥特曼
束了保卫地球的使命后飞向地球。这个就是蒙比欧斯奥特曼。蒙比欧斯奥特曼。这是蒙比欧斯奥特曼第一次来到人类的家园地球。这个和平星球上的一切都让蒙比欧斯奥特曼觉得惊奇。蒙比欧斯奥特曼化身为人形，日比野未来一天，他把小女孩弄丢的红气球送了回来。小女孩对未来说了一句谢谢。那时的未来还不明白谢谢是什么意思，好可爱。小女孩的红气球。宇宙中一只怪兽正悄悄地接近地球，要如何保卫地球？未来仍没有想好。作为一名奥特战士，该从哪里做起呢？未来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一边向城市走去。第一，饿着肚子不能上学；第二，好天气要晒被子。未来听到不远处有人这么高喊着，他循声找去。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又是本支部的香园龙部队基友也还是原来地球人牢牢地记得奥特实验呢。未来不禁心想，奥特实验是杰克奥特曼在地球时留下的话语。留下的吗？这个是未来想和龙多谈一会儿。龙的存储显示突然滴滴响起来，车勤队长要求龙立即归队，因为怪兽蒂诺佐尔摧毁了宇宙空间站的微机器的防御武器，正向地球飞来。地球的和平年代这一天宣告结束。这个是龙，我们的地球。龙回到基地，兴奋地坐在战机，他一直想亲临实战，如今机会终于来了。泽金队长带领小队出发，准备在大气层外拦截怪兽蒂诺佐尔。这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女子在未来的面前现身，她从何而来，有着什么样的目的呢？这个女子备战机在蒂诺佐尔的前进路线上待命，只见蒂诺佐尔悄无声息地漂移过来。天哪，这个就是蒂诺。佐尔
泽金队长向备战机下令开始攻击。蒂诺佐尔张开嘴巴，发出射状断层，斯库尔普提利扎撤掉古斯光边的武器，瞬间切断了一架战机。龙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队友在爆炸中丧命。哇，厉害！这个怪物。怪兽蒂诺佐尔加速朝地球前进，轻车队长的小队半数被歼灭，仅凭剩下的战斗力已经无法同怪兽战斗了。神秘女子紧紧跟随着未来，似乎在示威，又似乎在警告。难道她的目的正是莫比优斯奥特曼？这时追击怪兽的战机只剩下轻车队长和龙驾驶的那一架了，他们最终也没有避过断层时古普提扎的攻击，战机失去了平衡。轻车队长命令龙跳伞，自己则驾驶战机撞向蒂诺佐尔。我就要跳伞了。龙活了下来，而轻车队长牺牲了 GUYS 对拦截怪兽的任务宣告失败，城市里拉响了警报。城市都拉响了警报。另一边，神秘女子向未来发起攻击，她拥有不可思议的能力，操纵真状物向未来刺去。未来一个翻身，敏捷地接住真状物，看来神秘女子的目标的确是莫比优斯奥特曼。攻击他。奇怪的是，神秘女子并没有继续攻击，她留下一句话，后会有期，便消失在一个虫洞中。她到底为何而来？怪兽蒂诺佐尔的出现难道和她有关系？他俩是一起的。蒂诺佐尔进入市区，降落在地面的龙愤怒地向蒂诺佐尔走去，并不断地向他射击。蒂诺佐尔甩动尾部，一栋栋大楼被刺穿后发生了爆炸。市民都紧张了。怪兽蒂诺佐尔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城市中的人民在警察的疏散下进行避难。吓人。未来和真理奈、乔治这并向与食人帮主梅森多尔说的老师小号救助了孩子们，细心地喂养长大的小兔子们。通过这件事，未来领悟到所有生灵都是值得被珍惜
守护的。正义感。未来运用蒙比优斯互换变为蒙比优斯奥特曼。时隔多年，奥特曼战士再次出现地球，这让人民雀跃不已。因为奥特曼战士是人类心中的英雄，大家纷纷为蒙比优斯奥特曼加油鼓励。发现我的字真的写得好差呀。蒂诺佐尔发出高热弹，蒙比优斯奥特曼绕到建筑物的后面躲避。蒙比优斯奥特曼避开了高热弹的攻击，但他不知道这一行为对城市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蒙比优斯奥特曼激凝能量使出自身的绝技，蒙比姆射线一拳打倒了怪兽。经典的这个手势。虽然赢得了胜利，蒙比优斯奥特曼却被龙教育了一番。龙指出他的作战方式一点也不灵活，并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令蒙比优斯奥特曼十分后悔。战斗结束后，未来把龙带回GUYS日本的基地，在未来真挚热情的感染下，龙决定加入追随队长的新的GUYS队，重新计划。第二季我们的翅膀TT 怪兽古顿登场，神秘的眼睛。一天深夜，怪兽古顿苏醒了，唤醒他的正是曾经袭击未来的那个神秘女子。之后GUYS 宇宙基地的电子观测卫星侦测到了异常的电波。新的GUYS 对苦于没有人进行怪兽事件的调查。没有人调查吗？龙和未来负责招募的新成员，未来希望那一天一起去梅山多尔所救兔子的诗人能加入 GUYS 队，因为他们不仅勇敢而且有爱心，但诗人全都拒绝了。虽然他们曾经通过 GUYS 合格证考试，但他们说自己不是为了加入 GUYS 队而参加的考试。神秘女人，这个是。虽然接连碰壁，但未来并没有放弃组队。他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说服了小豪、乔治、真理奈和泽平，诗人来到了 GUYS 的日本基地看看。见到龙专心地为战机刷机的模样，诗人也跃跃欲试，穿上工作服帮助龙和未来一起上机。诗人中追溯泽平对 GUYS 队
梦想是在摩托车世界竞赛及标赛中夺冠。乔治是一名足球选手，小豪是一位托儿所老师。泽平被父母给予很高的期望，将来得继承医院，成为一名医生。性格迥异，经历不同的世人，能走在一起吗？就在未来稀饭的时候，怪兽古顿突然从地底钻了出来。怪兽天哪，长得够吓人的。可爱吧？战绩准备工作终于结束了 ，GOS 队请求出动，因为消耗乔治。贼里奈和泽平诗人有合格证，因此追随队长允许他们加入战队。贼里奈和乔治分别同未来龙搭档，泽平和小豪留在基地内观战。贼里奈和乔治第一次参加实战，感到很新鲜。贼里奈的听力和乔治的视力非同常人，这在战斗中帮了未来和龙很多，队员们比想象中配合得更默契，这让追随队长和鸟山副佐官很满意。这两个吧，大怪兽。怪兽古顿使出杀手锏，他的长触手就像两条鞭子，在空中灵活地甩动。GOS 的战机无法靠近，未来请求使用 GOS 超越技术，但因为泽里奈和乔治还不是正式的队员，鸟山辅佐官说什么也不答应。在破碎队长的劝说下，鸟山辅佐官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予允许。这是鸟山吗？GOS 超越技术是一种能帮助战机瞬间提升战斗力的特殊的技术，但这种技术只有1分钟的使用时间。GOS 超越技术接近后，龙和未来驾驶的战机变成启动形态，不仅飞行的速度加快，还能进行瞬间移动。装载好避过古顿的出手，启动布林格山，牵制古顿，像鞭子一样。飞1号负责进攻，发射出失败休姆弹头的导弹，受到攻击的古顿摔倒在地上，
起来。虽然对眼妹处在发挥的十分出色，但怪兽古队还没有完全失去行动力。GUIS 超越技术的使用实现到了2架3级转换为讯号模式，这里奈的体能达到了极限，晕了过去。装载好紧急降落了这个战斗机 GUIS。装载号内未来手臂上的梦比右手护腕发出了亮光，他用右手迅速划过护腕上方，变身为梦比优势奥特曼。另一边，为了消灭怪兽，龙想到了牺牲自己。梦比优势奥特曼，梦比优势奥特曼不愿看到龙做傻事，他挡在飞1号的前面，示意飞1号快点推开。哇，那决战呢哟！吸取上一战的经验，梦比优势奥特曼学会了分析战况。古盾伸出手绑在梦比优势奥特曼的双腕，于是梦比优势奥特曼想到借用这2条触手把怪兽带到了空阔的地方进行战斗。看到梦比优势奥特曼学会了选择战斗地点，龙感到了很欣慰。到了空旷的地方，梦比优势奥特曼举起骨盾，把他摔到了一处空地上。由于出手的牵制，梦比优势奥特曼无法对骨盾施展近身的格斗术，他一把抓住了骨盾的2条触手，把他抛了起来。梦比优势奥特曼以自己为圆心举起怪兽，转起拳来。这个方法挺奏效的，骨盾被转得头晕眼花。借用回旋的力量，梦比优势奥特曼轻而易举地撂到了骨盾。骨盾突然发动了反击，以极快的速度用触手掐住梦比优势的奥特曼的脖子，梦比优势奥特曼挣脱不开。危急时刻，飞1号瞄准骨盾开火，骨盾的触手松开了，好危险呀！梦比优势奥特曼胸前的能量指示灯闪跃起来，这说明他的能量快用完了。于是梦比优势奥特曼握紧拳头，打算使用他的另外一枚的绝技
蒙比欧斯奥特曼的右臂上延伸出一辆光剑，这个光剑这柄光剑为蒙比目光剑，蒙比优斯奥特曼一个箭步向前，用光剑刺穿了怪兽古顿的身体，古顿的身体被炸成了碎片。从这一天起，小豪、泽平、乔治和珍妮奈正式加入了 GUYS 队。蒙比优斯奥特曼得到了队员们的一致肯定，成为了 GUYS 队的战友。第3集，仅仅这一回的生命，火山怪鸟巴顿登场。火山怪鸟巴顿，GUYS 对新队员们的训练开始了。在做了一番思想斗争后，小豪向托尔说的孩子们道别，准备休长假。珍妮奈向校长教练请辞，退出车队。泽平则牺牲大学学习的时间，来到了 GUYS 队工作。乔治离开了旧队，正式加入了 GUYS 队。一天，乔治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篇不实的报道，说他退役了，这让乔治怒发冲冠。泽平反复研究蒙比优斯奥特曼和怪兽们对战的录像，蒙比优斯奥特曼的能量指示灯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为奥特战士瞬间的能量指示灯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乔治大熊火山突然的喷发，麦琪女士希望 GUYS 队立即前往调查，除了小豪和泽平，其他队员领命出动，全员出动。凤凰号在大熊火山着陆，队员们在漆黑的密林中展开侦查。神秘女子在大熊火山附近出现，这次她又将引发什么样的灾难呢？神秘女子又出来了。队员们发现密林中的树林全部都枯萎了，怪兽现身山中。小豪调出中部的宇宙科学警备队档案，查到这只怪兽的注册代号是巴顿。未来打算独自行动，他变身为蒙比优斯奥特曼。蒙比优斯奥特曼没有分析形势，只想着击倒怪兽而拼命地往前冲。他不知道巴顿是非常厉害的对手。巴顿用他的翅膀散击尘土，由于看不清周围，蒙比优斯奥特曼一下子就迷失了方向。
有点轻敌了。巴顿从口中喷出高热的火焰，蒙比尤斯奥特曼一跃而起，侥幸避过。但谁料巴顿发起攻击的真正目的是要将毒液注入蒙比尤斯奥特曼的身体。趁蒙比尤斯奥特曼没有防备，他将狠狠地刺入了蒙比尤斯奥特曼的身体。蒙比尤斯奥特曼的眼睛蒙比尤斯奥特曼胸前的能量指示灯闪烁起来，队员们乘上凤凰号，立即前往支援蒙比尤斯奥特曼。蒙比尤斯奥特曼刚想使出绝技回击，巴顿却逃走了。36级走为上级，蒙比尤斯奥特曼恢复为未来的模样，因为身体被巴顿注入了毒液，未来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队员们在密林里找到负伤的未来，将他送回基地去疗伤。中毒了。根据资料分析，怪兽巴顿的嘴巴两侧有毒囊，大熊火山附近的树木成片枯萎，也是他吐出来的毒液所致。巴顿击败GOYS 海防再次向日本飞来， GOYS 对火树出动。鸟山辅佐官批准了龙使用 GOYS 超越技术的请求。 GOYS 的超越技术接近但是巴顿很快调整身体的平衡，向沿岸城市飞去。 GOYS 超越技术的实现一道由于飞行速度落后太多，飞一号无法再对巴顿进行瞄准，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城市中登陆。这个是呢，飞一号切换为启动形态，装载号启动，布灵格山拦截怪兽巴顿，巴顿被卷入暴风中坠向海面，这并向龙建议趁机机会击破巴顿的毒囊，掉入海里面了。身体还未痊愈的未来通过监视，其看到战况焦急不已，他决定偷偷前去支援队友们。 GOYS 的战机紧随巴顿找路，龙和则并准备采取陆上作战。这里奈和乔治则在战机上待命，团队合作。巴顿猖狂地咆哮起来，龙瞄准巴顿的毒囊射击，但未能成功。巴顿被激怒了，对准这边和龙喷出一连串的火焰，两人和怪兽僵持着，没能取得任何突破。超能量，
作战地点，同怪兽巴顿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珍妮奈和乔治得到兹蒙比又是奥特曼赶来，连忙让装载号起飞，向怪兽发起攻击，助他一臂之力。哇，长得很吓人，鹰的嘴巴，他这个毒脑喷射。怪兽巴顿喷出了火焰，蒙比尤斯奥特曼用能量屏障来抵挡蒙比尤斯奥特曼救出巴顿的追忆，防他再次进行毒液的攻击。因为上一场战斗留下的伤还未痊愈，蒙比尤斯奥特曼的能量消耗太快，胸前的能量指示灯不停地闪烁起来。这个怪兽多变呀！天哪，你看，蒙比尤斯奥特曼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的攻击渐渐变得疲软，失去了力量。巴顿趁机突然飞起，冲向蒙比尤斯奥特曼，龙举起光束枪对准蒙比尤斯奥特曼。他究竟想做什么？他这个头脑还没有……天哪，好恐怖！龙开枪射出一道光束，在蒙比尤斯奥特曼面前形成一面屏障。飞来的巴顿没有撞破屏障，反而被屏障弹开好远。光束枪的这项神奇技能被称为捕获之狙，也是基于超越技术开发出来的。珍妮奈和乔治将装载号停放好后前来和龙这边会面，顿时时间不多了。4人经过商量，想出了一个打败巴顿的好办法。他们告诉蒙比尤斯奥特曼无尽的牵制住巴顿。他们告诉蒙比尤斯奥特曼先尽量牵制住巴顿。蒙比尤斯奥特曼与巴顿拉开了距离，发射出蒙比姆光线。4名队员同时在使用捕获之狙，将巴顿困在了密封的空间内。蒙比姆光线在屏障内反复的弹射，巴顿因无法逃出这个空间，浑身被光线穿透，最终被消灭了。神秘女子，神秘女子再度出现，她说她不会就此罢休。神秘女子为何如此执着于击败蒙比尤斯奥特曼呢？通过这一章，GUYS 队领悟了一件事：奥特战士的能量指示灯是告诉人类他们在拼命战斗，而 GUYS 队的队员们想让蒙比尤斯奥特曼知道他并不是孤身作战。
受。希望今天的这3集奥特曼、梦比又是奥特曼